当主流影视圈还在为流量明星的八卦热搜榜厮杀时，一部名为《人鱼》的电影就以克制的姿态，在行业暗流涌动的2025年投下震撼涟漪。没有错，我们大漂亮王一博的文艺大天动了，不愧是金鸡班底，一有点动静就能图榜热搜，果然是干得漂亮。水灵灵的人鱼欢快地跳出水面，惊起一波涟漪。这份由导演陈耳与主演王一博共同守护的沉默美学，恰似深海中的人鱼，在浮躁的娱乐圈掀起了一股清流漩涡。猫眼娱乐发布公告中，几部电影稳步推进，其中《人鱼》会择机上映。听到消息，我们笑开了花。这就是闷声干大事的王一博，总是这么静悄悄的开屏，一来就是惊喜。《人鱼》的拍摄过程越王一博的参与，热度从未停止过，到底拍没拍都能引发一连串的讨论，足够见得这部作品的魅力。哎呀，谁让人家保底是金鸡奖的配置？谁让男主是王一博？谁让大连眼看着他飞升电影团这么牛嘞？无名的成功让人看到了演员王一博的潜质，更期待这部纯艺术片是否让他打开自己的演员高度。人鱼的故事在东京6月的台风天，陈耳带着王一博在瓢泼大雨中骑自行车，全身浸透雨水，如同人鱼现世。这看似疯狂的创作选择，实则暗含着对艺术本质的深刻叩问。当行业沉迷于数据造星、话题制造时，真实的创作者是否应该像人鱼守护深海秘密般坚守创作的纯粹性？这种近乎偏执的创作态度，在当下影视工业体系显得尤为珍贵。从立项到上映的2年间，主创团队始终以隐身状态存在，这与某些剧组动辄千万宣发费用形成鲜明对比。王一博在采访中透露的痛苦，恰恰印证了这种艺术追求的艰辛。当其他年轻演员在忙着经营人设时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角色塑造。在陈耳的电影哲学里，少即是多，始终是金科玉律。从无名到人鱼，始终保持着与主流商业片截然不同的叙事节奏。这种特立独行在当下追求快节奏消费的市场中显得格格不入，但正是这种克制，让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文学性的姑息感。王一博的表演方法论同样充满东方禅意，不同于当下流行的情绪外放式演技，他更擅长用细微的表情变化和肢体语言传递复杂情感。这种创作默契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上。两位创作者都深谙作品及宣言的艺术真理，他们相信好故事自有其传播生命力。就像王一博在采访中说的，每一次质疑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想要什么。在这个每分钟都在诞生热搜话题的时代，或许正如那条游向深海的人鱼，作品中将在时间的沉淀中获得应有的回响。人鱼会游向该去的地方，王一博也会收获属于自己的那片海，夸不完，根本夸不完。王一博不追赶风口，而是把自己活成了风口。户外运动真的要从小众爱好升级为国家战略产业了。看到今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的第12号文件，关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指导意见，明确要求到2030年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，攀岩、登山等都是重点发展领域了。提出鼓励北方地区重点发展像滑雪、冰攀这样的冰雪运动，西北与西南地区发展徒步、攀岩这样的山地户外运动，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发展水上和低空等运动项目，每一个都能对上王一博在做的事情啊！他不会真开挂吧？街舞赶上了第一次街舞入亚运会和奥运会，滑板就是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，滑板运动起飞。户外运动这波，他是2年前牵手的 Discovery 要来做这个探索户外纪录片的。去年爱上的攀岩攀冰，难怪他春晚采访聊攀冰呢。当国家战略方向需要的同时，还刚好赶上联合国要把2025年正式定为国际冰川保护年，也从今年起正式有世界冰川日的定义了。王一博自2022年起担任冰雪运动推广大使，参与冬奥文化推广并演唱亚冬会主题曲，一直都契合国家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战略目标。直到我们的传统户外运动长期困于专业性强、大众参与度低的悖论里，结果咱妈要发展顶流明星的传播势能，直接能带动转化为产业动能，流量转化为正能量，更是直接参与者。就像王一博的攀冰视频带动数百万网友搜索哪里可以攀冰，连国际杂志报道户外圈顶流始祖鸟，让安踏年赚100亿都得带上王一博的封面。毕竟安踏抢到王一博后就超越耐克成为国内第一了。有时候觉得有点小玄学，更多是天时地利人和。不过老天爷真没给他的系统开挂吗？王一博在哪个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对竞争对手和某些特定群体而言，可以通过限定词或分类把王一博排除在外，以突出自己支持的偶像或项目的独特性或优势，与王一博划清界限当然很重要。都知道王一博流量和影响力巨大，他在哪个圈子活跃，直接关系到该圈子的热度和关注度，他到哪里就能为相关领域带来更多曝光和资源。你说他是不是在哪个圈子都非常重要？对王一博本人来说，他在哪个圈子重要吗？虽然他的影响力不依赖于某一个固定的圈子，而是以多期发展的姿态在多个领域游走，某个阶段选择在哪个领域发展完全取决于个人职业发展和环境现状，但对他本人来说，确实应该也是重要的战略决策。
对他的粉丝而言，虽然个别人会希望他一直待在娱乐圈，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，只要王一博喜欢，他在哪里都可以，只要他还出现就追续哪里呗，还能怎样？看着王一博攀岩、攀冰、上山下海，让人觉得他的人生真是旷野的同时，也会感慨他的精神状态独特且强大，不仅仅是在娱乐圈中显得尤为突出，哪怕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也具有一定的标杆意义。稳定的精神内核，王一博的精神状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稳。娱乐圈的压力和变数，事业的低谷和外界的质疑，这些对他来说好像都不算什么。当然，他也从未表达过什么，那些内心的挣扎，起码我们都不曾窥见过。忠于自我，不取悦他人。王一博的精神状态还体现在对自我的坚持上，从不刻意迎合外界期待，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追求。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，他都以真实的态度面对每一个角色，展现出强大的自我认同感，积极面对挑战。王一博遇到的困难与坎坷从不曾提及，但他总能在各种挑战中找到机会成全自己。无论是从偶像转型为演员，还是在赛车领域追求梦想，他都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进取心。社会责任感与正能量的传递，王一博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娱乐明星这么简单，他的精神状态早就超越了单纯的娱乐范畴，成为一种更具社会价值的力量。对未来的持续探索，王一博从不曾懈怠，一直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，一直走在不断探索的路上。现如今，在大众的眼里，他跨到哪个领域都不足为奇，因为他的精神状态就是始终处于一种领先的状态啊。什么是领先？王一博的出现就已经提醒我们了。真正的领先不仅是外在的成就，更是内在的坚韧与对自我价值的坚守。我不喜欢卖惨，同样也很少写王一博这一路的坎坷。我觉得人生是向前看的，经历了也就过去了，然后放下就是了，没必要时时回味。王一博能天高海阔，能真正做到人生是旷野，不是没原因的。除了本身的天赋、才华、机遇与努力之外，他的心态才是他成功的关键。王一博在采访中曾提到，他更注重眼前的事情，而不是过多的担忧未来，所以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他全力以赴的结果。同时，他还在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，无论是演戏还是赛车，无论是时尚还是攀冰等，他都愿意尝试，愿意探索更多可能性。王一博还以话少著称，但他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。无论是练习舞蹈到深夜，还是在赛车场上一次次突破极限，他都用行动诠释了努力的意义。低调务实不浮躁，当然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喜爱。直面挑战不逃避，演戏就提升演技，赛车就提升车技，攀岩攀冰就提升攀爬的技巧。不然你以为他让大家接受的打上他烙印的标签都是怎么来的？他也曾坦言自己并不完美，那又怎样？这种坦率的心态就是让他不断进步的开始啊！坚持做自己，不迎合流量，勿迎合他人。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他都有自己的态度，享受过程，也在意结果，但不会唯结果论。无论是面对赞美还是质疑，王一博都心态平和，宠辱不惊，特别淡定。最重要的，他对生活一直充满热情好奇心，才能让他在很多事情上保持了极致的热爱。而他的心态让他能够跳出框架，活出人生是旷野的自由感，不被定义，当然也不被束缚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心态决定人生的高度，而人生是旷野，正是他心态无敌的最好诠释啊。